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日前当众透露，曾对外策划过多起政变，引发舆论哗然。随着该事件的迅速发酵，媒体纷纷推测，这位战争贩子在政治生涯中究竟祸害过多少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美国前高官承认曾经策划外国政变，这一点不令人惊讶，只能表明干涉别国内政、推翻别国政权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行为准则，是美国规则的一部分。这样的规则只会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国会就去年1月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举行听证会。博尔顿于当天晚些时候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谈及骚乱事件时，先是讥讽特朗普，称以后者的能力不足以发动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接着自诩行家里手，明确表示自己曾多次参与过这类活动。That as somebody who has helped plan coup d'état, not here, but other places, it takes a lot of work. CNN 主播追问博尔顿有哪些发动政变的经验，并询问是否有成功案例。博尔顿先是表示不便细说，但紧接着提到委内瑞拉2019年的政变事件。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the specifics, but successful coups? Well, I wrote about Venezuela in the book, and it turned out not to be successful, and they failed. I feel like there's other stuff you're not telling me, though. I'm sure there is. 路透社提及，2019年，博尔顿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公开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瓜伊多认为该国总统马杜罗的连任是非法的，并呼吁该国军方支持他推翻马杜罗。路透社称，多年来，许多外交政策专家批评美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历史进程中施加干涉。报道列举了1953年时任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被推翻、越南战争以及21世纪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等例子。不过，美国官员公开承认，他们参与煽动外国动乱是极不寻常的，即便是博尔顿这种卸任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事进行了回应。美国前高官承认曾经策划外国政变，这一点不令人惊讶，只能表明干涉别国内政、推翻别国政权已经是成为美国政府的行为准则，是美国规则的一部分。这样的规则只会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三则表示，博尔顿的言论应得到强有力的回应。我们需要了解美国究竟曾在多少国家密谋策划过这类事情。从中俄所做出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的是，中俄在对美国提出一些疑问。我们都知道，在一些国际规则的问题上，美国动辄把国际规则挑战者、破坏者的标签贴到其他国家身上，但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内政，涉及到一些国际法中大家都约定俗成的规则，那美国会通过要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手段来进行一系列干涉，甚至在刻意的破坏，甚至要推翻他国的政权。所以呢，从中俄的反应当中，也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到的是美国的这种双标，美国的虚伪性。美国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博尔顿在接受 CNN 采访时承认，曾在任内策划对其他国家的政变，令全球哗然。那您对此怎么看？是的，主持人。那么，英国路透社称，美国官员公开承认参与煽动外国政变是极不寻常的，是所谓 highly unusual。那么，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呢，还特别引述 BBC 驻肯尼亚记者奥莱维就此吐槽的推文。曾经占据政府最高位，也当过联合国大使的博尔顿，竟然呢随口承认曾经参与策动别国的政变。但是呢，我认为路透社是真拿自己当外宾，那么这一惊一乍的口气啊，完全是在作秀。反倒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北京的回应呢，更加接近事实真相。那么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干涉别国内政、推翻别国政权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行为准则，是所谓美国规则的一部分。博尔顿是谁呢？他在特朗普任内做过17个月的总统国安事务助理，也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当过驻联合国的大使。他是公认的美国外交鹰派，是《华盛顿邮报》所称的受到外部抨击最猛烈，也是最能代表美国外交与新保守主义对外干预论的最恶的那个稻草人。早在2003年，博尔顿就曾经在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公开鼓吹小布什在打响伊拉克战事之后，继续对朝鲜动武，并且呢，在访问韩国期间发表
对朝攻击性的政策演说，矛头呢直接指向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朝中社为此就特别刊播双语版的长文来反击，炮轰博尔顿是 human scum and a bloodsucker， 是所谓的人渣吸血鬼。朝鲜驻联合国代表直指，只要博尔顿再任联合国大使一天，那么朝鲜呢就绝不会和美方做官方沟通。而博尔顿4年之后，在他的联合国大使回忆录中呢，爆出这样一个奇葩说，被朝中社炮轰是人渣，是他在小布什政府任公职所获的一个最高荣誉。那么这样看来，博尔顿他的最新的承认和美国史上最烂国务卿蓬佩奥的所谓任内自白其实没什么两样。2019年4月，蓬佩奥在德州农工大学发表演讲时曾经自曝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中情局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教这些，这才是美国探索进取的荣耀。我认为，如果汪文斌揭批的所谓美国规则有拼图的话，那么在撒谎、欺骗和偷窃之外，博尔顿呢现在又补上了缺失的一环：海外策动搞政变。既然美国搞政变的黑历史由来已久，那为什么博尔顿这次低调承认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弹呢？这是个值得探究的好问题。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标题呢，很是耐人寻味。John Bolton said he planned foreign coups. The global outcry was swift. 博尔顿说曾策划海外政变，全球反弹抗议又急又猛。为什么反弹这么急这么猛呢？所谓天下苦美式霸权，霸凌霸道久矣。尤其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交织世纪新冠疫情，时逢呢欧洲大陆又爆发2战后最激烈的冲突，那么全球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和挑战，各种不确定性，齐齐将这种天下之苦推向了临界点。所以呢，博尔顿的最新表态成为引爆外部世界愤怒不满的导火线。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在2019年本国军事政变中下台，他周3就发推说，美国就是民主和人民生活的最坏的敌人。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要求呢，要展开国际调查，要追查博尔顿在他的任内到底策动过哪些个政变。需要厘清的是，博尔顿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重点呢是在谈去年1月6号的国会山骚乱。他在强调，那并不是特朗普策动的政变，因为呢，搞政变要做很多的前期工作，这和特朗普的随性的这个决策完全是不搭的。他的前上司根本没有这个智慧。那么博尔顿言下之意就是，搞政变是要讲技术含量的。顺着扎哈罗娃的这个追问，那么博尔顿在他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或者更早时在联合国大使任内，曾经策动过哪些海外政变，有哪些个实质性的推进，这呢确实值得我们深挖。华盛顿邮报今天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觉追踪图，以可视化的方式将博尔顿他始自上世纪80年代担任美国援助开发署的助理署长的这个公职生涯，和全球各地和他的这个公职任期重合交错时段发生的主要的政变，做成了一目了然的柱状图。那么我个人分析，如果是在总统国安事务助理任内，博尔顿他所策动的外部的政变，不外是委内瑞拉、伊朗或者是朝鲜的方向。